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演说亲子训练营。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营有点特殊啊，在周老师公司的内部有很多小伙伴也报了这一次的演说训练营。那接下来的2节课程是一个互动的提问环节，我会邀请前面几天听课最认真的学员，他们要上来分享他们听前几天课程的收获啊。讲得好的同学有什么奖励呢？可以问周老师在演说上的一个问题。上台你要用1分钟的时间分享你听前几天的训练营的感受。我们讲演说的重要性，为什么要成为演说家，对吧？我们讲了演说的这个入脑金字塔。我们讲了把站在台上的人分为3种人：讲师、老师跟大师。台下的听众也有3大境界。用心中那把尺子量别人、量老师、量自己。我们有3种境界的人在台下听课。第一种是用小我在听，全是批判；大我听，全是赞赏。然后呢，最高境界是无我听。所以呢，我们这么多天的课程，我们要在现场找互动啊。为什么要互动呢？其实演说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跟台下的观众互动。此时此刻，如果你听了周老师的演说训练营，你觉得很有收获，我想告诉你，你在这个训练营课程里面看到周老师的魅力，跟周老师真真正正在课程现场比，那简直是1/1000之1。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真真正正的把最好的干货讲给屏幕前的你听，我没有办法跟我们现场的观众做互动啊。所以其实演说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做互动。而且还有这2节课有一个很重要的性就是当大家上来分享的时候，我会对你们的演讲进行一个评判，进行一个指导。讲得好的可以问周老师一个问题。所以是真真正正的听了前几天的课程，非常有收获然后呢，是愿意上台用这个1分钟的时间分享最震撼你的那个点有的同学请举手。好，你吧。好，举手的那几个同学在这边排队吧，好吧。好，1分钟的时间分享收获，然后讲得好才能问问题好，这位同学。谢谢。感恩周老师，感恩杨老师，太感动了，太激动了那我通过昨天1天的学习的话呢，特别清晰了，就是后期的话呢，只要站台分享的话呢，然后这一块的话呢要有逻辑性，然后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要分享这个要有独到的一个价值观，然后具体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运用入脑金字塔，然后逻辑性的话呢可以分为1、2、3点，同样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一定要有合理的一个逻辑，并且的话呢，我们的起心动念的话呢，一定要是帮人，然后呢，一定要是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为了帮助人，然后呢而做这个演说。所以当在道上了，然后呢，一切都会回归到正轨上。谢谢大家，因为太激动了有点语无伦次，谢谢。好，我给你点评一下你知道你刚才在讲什么吗？你刚才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昨天讲课的内容而已，你只是叙述了一下那个内容。所以说你没有任何收获。什么是收获？是有一个点触动到了你，让你做了个决定；有一个点触动到了你，让你生发出了很多的灵感。你把你的那个灵感讲出来，才叫做真正的收获。再说直接一点吧，我讲课的所有内容，其实对我来讲很重要，对你们来讲一点都不重要。你通过我的课悟到了什么很重要，因为只有悟到的才是你的。为什么很多人听课听到最后他拿不到结果？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你们听了很多课拿不到结果？因为听课只能让你知道，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做到，这个知道与做到之间是有一个距离的，叫悟道。那这一块的话呢，说实话我昨天全场参与，我是真的把我感动的泪流满面的。就是我昨天是第一次见到周老师，就是我在第一次见到杨老师的过程中，我也是真正的把我感动的泪流满面。为什么呢？因为我真正的感受到爱和付出，因为我觉得周老师和杨老师为我们每个人付出的太多了，哪怕隔着屏幕。我相信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从周老师和杨老师身上得到这么多，
我们能为周老师和杨老师付出一些什么呢？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也心中升起了一个大愿，我能否像周老师和杨老师一样，那样去大爱，然后呢，把这每一份爱传导到每一个粉丝的身上，传导到每一个学员的身上。我在4月份看周老师的直播的时候，说实话，我看一次哭一次，看一次哭一次，每一次都把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因为无论周老师多么累、多么辛苦、多么疲惫的情况下，他还是在坚持的给我们直播，就是真的内心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全力以赴的去，甚至全面以赴的，哪怕我现在在最基层，但是我要做好每一个工作，做好每一个细节，怎么样让自己快速的成为标杆，怎么样去激励着其他的同事，然后呢，一起去感受周老师、杨老师的爱的同时，并且的话呢，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去付出一点什么，去做出一点什么，然后呢，不是一个索取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决定我要先在道上，我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周老师。我遇到的每一个粉丝，遇到每一个客户，我都要像爱家人一样，然后去爱他们。甚至的话呢，我也希望更多的众生能够感受到我们周老师和杨老师的爱，能够像爱自己的家人一样，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去爱我们的周老师和杨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好啊！你看这个第一次演讲跟第二次演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第二次走心了，第二次讲的才是他自己想讲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区别。我们昨天给大家讲入脑金字塔啊，然后呢，我们马上就会给大家讲入心金字塔。入脑金字塔很重要，入脑金字塔其实很多东西是术，而入心金字塔那真的就是在道了。刚才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演讲，我们如果能够在道上演讲，用心演讲，我跟你讲，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设计。所以这个境界就很高了啊，这个境界非常好啊。那现在你可以问一个演说的问题了。怎么样更好的运用入心金字塔？啊，那你就好好听接下来讲入心金字塔的课程。好，去吧。好，加油。好，因为他是第一个分享的，所以他有2次机会，你们就没有了，只有1次机会了啊。1分钟分享昨天有哪个点让你感到无比的震撼啊，震撼到你了。然后呢，分享的好就可以问问题。好，下一个。演说亲子训练营的伙伴们，大家好。大家看到。现在周文强老师的演说，大家应该看到，在世界可是无人能敌。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孩子有可能会超过周文强老师？为什么？因为周文强老师他从20几岁才开始学演说。古人讲过，就是3岁看大，7岁知老。在3岁到6岁这个阶段，如果你能提早接触到，尤其是孩子的天赋，让他从小开始锻炼的话，他将未来超过未来学习的10倍。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让你们的孩子未来像比周文强老师还牛逼，那么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全程和周文强老师一起学习演说。如果你的孩子这么小就跟随周文强老师学习演说，想象一下他长大之后会成什么样子，绝对会超过周文强老师，是不是？谢谢。打广告的是吧？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演说的问题。周文强老师，我觉得就你讲的，就是演说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别人立马去行动。我今天做的怎么样？做的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有可能就有很多人听了以后就把孩子叫过来听后面的课程了，非常好，给你点赞。好，去吧。演说就是要这样，不一定非要讲的长，对不对？短小精湛，这非常好啊。就我打个分啊，给这个同学可以打80分，啊，对吧？好，下一个。大家演说心灵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啊。就说呢，这次收获呢就有3点。第一个呢。就说信念，何以信念呢？就说你没有相信，就没有信念嘛。你要把相信升华到信念，把信念升华到信仰，是吧？以前为什么小米加步枪也能干过国民党或者干过美国的这些是吧大将也好，都是为了一个信仰，都是为了共同的信仰呢，才会走到这一步。第二个呢，就说呢要有一个梦想志不累，天下无可成之事嘛。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的每一个志向、每一个梦想才奋斗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沿着自己的道路可能会成了走个10年，但是我们要走100年，就为了这个梦想呢一直呢坚持下去。第3个呢，就是有一套这个很正规的一个体系。因为周老师的入心金字塔也好，入脑金字塔也好，所有东西呢都是有一套体系为我们打基础了。我们需要创新，但是我们沿着
这一套理论呢，再加上自己的东西呢去创新呢，可能会走得更稳，或者呢走得更长远。所以说呢，跟大家呢分享这3点。好，你看啊，一，普通话忒不标准，你知道吗？2，口齿不清晰。你们知道成为一个演说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就是你要非常清晰的把你的每一个字传达到观众的耳朵里。就像郭德纲讲相声一样，一定要字正腔圆，你一定要让观众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所以你要练普通话。如果你要成为演说家，你必须要练普通话，你必须要很清晰的把每一个字儿送到听众的耳朵里面，甚至是送到他的脑子里，甚至送到他的心里。我听过很多老师的课，我都发现他在台上非常努力在讲，但是台下听众根本听不懂在说什么。所以说一定要字正腔圆，要去练普通话啊！周老师，你以为普通话这么标准，也是刻苦练出来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口头禅太多。口头禅，能听懂啥叫口头禅吗？就是你的那些口头禅是会影响你的发挥的，所以要把口头禅去掉。知道为什么周老师今天演讲在你们看来说哇已经变成了一个艺术家？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也是被打磨出来的。在我最开始演讲的时候啊，我每一次演讲结束以后，我们公司的上百人就开始给我挑毛病啊，哪个地方的手势做的不对啊，哪句话不对啊，哪个口头禅不对，我就会练习，我就会不停的练习，不停的练习，不停的练习，不停的练习。然后包括我们中国培训行业曾经最顶尖的演说家刘一淼老师，啊，他经常会有小动作，用手一不小心就摸头。啊，他的助理就给他记下来啊，每次演讲完以后就跟他讲说，淼哥，你这次摸了789下，啊，他说我要调整啊，第2次啊，你这次摸了543下，啊，然后你知道他怎么练吗？后来就顶一个书顶在自己头上，就站着不动，然后就练这个动作，直到把这个动作给消灭为止。就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完美的艺术品，它都是被雕刻出来的，是被千刀万剐出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周老师刚开始演讲的时候，每一次讲完课要让自己的员工批自己，叫扒皮大会，你知道吗？那个都给我扒哭了，从早上9点钟直接扒到凌晨3、4点，妈呀，哇哇哭！我就在台上，所有人都说我，不是说哪里讲的好，你知道吗？哪里讲的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的个苍天，就被削出来的。所以你们可能很多人不想被削，你们甚至很多人根本听不到别人的意见。你已经多久没有人给你提意见了？是你做的完美了吗？是没人敢提了，因为提了就把你得罪了。你听不懂别人意见，这种人就废了。